究竟是什么样的人能让芙莉莲看到就想跑？芙莉莲本来在给那些亡灵军团超度，结果看到伯爵拉起费伦就要跑路，伯爵赶紧喊住他们。之前是他有眼不识泰山，没认出这是他们城市曾经的恩人，更何况事实证明芙莉莲当初的举动是正确的。注意到那些躯体几乎都完好无损，伯爵感谢芙莉莲的手下留情。其实以前的芙莉莲也是直接炸了完事儿，后来被辛梅尔给教育了，才改换方式。接着他称赞了费伦和休塔尔克也干得很不错。这时伯爵的一个手下发现了一具带着伯爵家族项链的躯体，很明显那是伯爵家的先烈。他对芙莉莲的感谢又上了一层，所以在芙莉莲提出想要他们家族代代相传的弗拉梅的魔法书后，他毫不犹豫地拿了出来。当然这本魔法书同样是假的，芙莉莲自然一眼就看出来了。不过这也是他的兴趣之一，听恩人这么毕恭毕敬跟自己说话，伯爵非常的不习惯。可芙莉莲坚持，因为他们勇者小队在刚准备启程讨伐魔王的时候，辛梅尔和艾冉就因为对国王出言不逊，差点被处刑。勇者创业未始而直接崩殂。休塔尔克突然想起了自己那晚对伯爵的不敬，下一秒一个侍卫拿着斧头冲进来，修宝大惊失色，我操，来真的呀！结果人家只是来汇报后院的树砍完了。最后费伦用魔法举着休塔尔克和芙莉莲一起离开。当晚市民们热情地招待了三人，感谢他们。他们也停留在城市里休整了一段时间。天气逐渐转凉，大家还为几人做了冬衣。等将那些躯体整理完毕，他们生前所用的佩剑也被尽数插入剑冢之中。所有人一起缅怀了这些先烈。芙莉莲三人也是时候动身了。伯爵亲自送他们出城，告诉他们现在北部高原的局势很紧张，想过去必须要有1级魔法师同行。芙莉莲的实力肯定是远超1级的，但是他考的证都是许多年以前的了。这管理魔法师的团体3天2头换一个，芙莉莲的证都快成古董了。好在北方诸国有个魔法城市奥伊瑟斯莱能考证，他们可以先到那里去，只是过去需要翻过施维尔山脉。现在已经是深秋，才刚走了一段路，天空就下起了雪。北方本来就冷，冬天可是能直接冻死人的。而当初和魔王军的战争中，杀死人最多的就是北方诸国的冬天。最重要的，在暴风雪的天气中，四下全是白茫茫的一片，根本分不清方向。三人成功迷路了，休达尔克也被冻晕了过去，在费伦怀里口齿不清地说着胡话。风这么大，也不能用魔法举着走，不然会被吹飞的。费伦妈妈只好任劳任怨，扛着修宝前进。芙莉莲记得山路地带有个避难小屋，虽然是80年前的了，没想到到了之后，发现小屋竟然完好无损，就是里面似乎已经有人了。芙莉莲拉开门一看，我去，里面有个半裸男在深蹲。费伦立刻拉走芙莉莲，这里不能进，有变态。被当成变态的半裸男出来想解释自己不是变态，突然注意到了芙莉莲的耳朵，竟然会在这里遇到同族。没错，这位武僧也是精灵。武僧克拉夫特和芙莉莲一样，都几百年没遇到过同族了。武僧不会魔法，没法点火，所以刚才才会靠深蹲维持体温。现在芙莉莲和费伦2个魔法师来了，小屋瞬间被火焰的温暖笼罩。但就在芙莉莲和克拉夫特闲聊的时候，费伦注意到休达尔克的体温还在下降，于是双开门猛男克拉夫特直接用自己的身体来为修宝取暖。少年一睁眼，发现自己躺在猛男的怀里，甚至还枕着人家的手臂，扭头一看是个猛男。修宝大惊失色，大叔你谁呀？生怕自己在睡梦中被陌生猛男给撅了。克拉夫特一边穿衣服一边解释自己只是好心给他暖身子，而休塔尔克的目光已经移到了克拉夫特的肌肉上，这身材是真好啊。后面在毯子里和芙莉莲贴贴的费伦忍不住出言提醒了一声，修宝赶紧解释自己没那个意思，他总觉得克拉夫特应该是个很有名的武僧，却从来没有听说过这个名字。克拉夫特目光中露出一丝怀念，随后岔开话题，让他们跟自己出去搬食物。在路上的时候，克拉夫特问芙莉莲听说过自己没有，芙莉莲回答没有。事实上克拉夫特也没有听说过他，毕竟他们是精灵啊，度过的岁月远比现在这些人想象的要长得多。而且看样子克拉夫特明显比芙莉莲更年长，芙莉莲已经活了1000多年，那他呢？又会有怎样惊心动魄却随着岁月消逝被所有人遗忘的经历呢？
克拉夫特的食物非常充足，他们一起在这里待了将近半年，直到北方诸国漫长的冬天缓缓过去。克拉夫特还雕刻了一枚女神信物，托弗利莲带给费伦，因为费伦也和他一样信仰开天辟地的女神大人，毕竟费伦也是被僧侣养大的。弗利莲却不相信，其实克拉夫特曾经也不相信，但现在却深信不疑。知晓他所完成的伟业与正义之际的人都已经不存于世，所以他才要死后在天堂接受女神大人的夸奖。克拉夫特，你的人生十分精彩。而弗利莲不需要去相信，因为他的同伴们早就已经夸过他了。和勇者小队旅行期间，海塔曾经出资给村庄的孤儿院，他也信仰女神大人，渴望得到女神大人的夸奖。说完后，问弗利莲有没有会夸奖他的人。既然他不信女神，那自己可以代替女神大人夸夸他。比如他总是抑制着魔力，仿佛为此赌上了一生。回忆起这段往事的弗利莲忍不住会心一笑，拒绝克拉夫特想倾听他的故事，然后夸奖他的好意。虽然那个人现在在天堂。等到暴风雪彻底停了的时候，他们在雪原上分别，修塔尔克和费伦大声说着再见，克拉夫特却只是挥挥手不回头。结果在翻越施维尔山脉的路途中，弗利莲竟然一头栽进雪里，他睡着了。修塔尔克自告奋勇地背他，但是背上已经背了把巨斧，就打算直接抱着。弗利莲本能地往费伦妈咪怀里靠了靠，费伦也不想让修塔尔克抱弗利莲，就自己背着了。在费伦妈妈的背上，弗利莲梦到了他们勇者小队刚出发的事情。国王只给了他们10枚铜币当经费，毕竟在他们之前已经有很多勇者无功而返了。就算是辛梅尔手里拿着的也是冒牌的勇者之剑，不过没关系，那他就成为真正的勇者，拿到真正的勇者之剑，打倒魔王。辛梅尔他们说说笑笑地前进着，阳光明媚，微风吹拂着散落的花瓣。辛梅尔回头朝弗利莲露出笑脸，弗利莲也不禁跟着笑。结果一睁眼，发现是在暴风雪里。费伦看他醒了，问他能不能自己走。弗利莲紧紧搂住费伦妈咪的脖子，还嗅到了费伦的发香。费伦只好继续背着。修塔尔克想帮他抱，却被费伦评价了一句：“你好色。”原来是担心修宝对弗利莲欲行不轨。好在很快他们就来到了一座村庄——剑之村。现任村长是一个小女孩，据说这是守护勇者之剑的村子，但是从来没有人拔出过那把剑。直到80年前，辛梅尔一行人到来，而能拔出剑的，就只有化解毁灭世界这巨大灾厄的勇者。很明显，辛梅尔没有辜负这个传闻。将人带回村子后，村长帮自己已经去世的奶奶给弗利莲带话，嗔怪他时隔80年才想起来回来，因为这个村子附近会定期跑出来魔物，弗利莲要帮他们消灭魔物。村长还说，这些年山里出现了个山主，害得他们很难过日子。于是第2天，3人就进山了。别人都是教会徒弟饿死师傅，但弗利莲是有活就可以让徒弟分担了。3人很快就将周围的魔物尽数消灭，然后有更多的魔物都聚集在下方的洞窟前面。修塔尔克直接跳下去，一斧头差点引起雪崩，魔物也纷纷四散逃跑。修塔尔克回头想跟弗利莲说些什么，下一秒一只巨大的魔物突然出现，魔物一跃而下，带下来的雪堆瞬间将修塔尔克掩埋。村长告诉弗利莲，这就是山主。弗利莲飞了下去，就你这个新来的还敢自称山主？山主一巴掌就拍了下来，弗利莲却只是不慌不忙喊了声修塔尔克。紧接着修宝从雪堆里飞出来，一斧头砍断了山主的右手。费伦则立刻为弗利莲撑起屏障，随后弗利莲一炮就将所谓的山主轰了个干干净净。修塔尔克却陷入了迷茫中，因为他刚刚在洞窟里看到了勇者之剑。其实当年辛梅尔也没能拔出这把勇者之剑，辛梅尔却并没有就此消沉。就算是冒牌勇者又如何，他还是要打倒魔王，夺回世界和平。这样一来就无关是真是假了。事实证明，辛梅尔做到了，没有那把剑，他也成为了真正的勇者。人们会不自觉美化英雄，而英雄不需要这种黑历史。结果就是在美化的过程中，原型逐渐消失的无影无踪。好在还有弗利莲会记得。解决完山主后，弗利莲他们就告别了村长，约定了半个世纪后再来。又前进了一段时间后，他们终于久违地看见了城市。弗利莲也可以趴在旅馆的床上美美看魔导书了。突然想起来，今天是修塔尔克的18岁生日，他打算把自己珍藏的宝贝药水送给修宝当生日礼物。讲讲
只是会溶解衣服的药水。师傅说过，所谓男人呐，只要送他们这种东西就会很开心。费伦目瞪口呆，一把夺过药水倒在了芙莉莲头上，同时又看垃圾的眼神看向芙莉莲三妈，然后气呼呼出门了。芙莉莲只能重新思考礼物，去他自己的箱子里看到了一枚戒指，旁边还有一张纸条。费伦去休塔尔克的房间，想问问他想要什么礼物，但是人不在房间，就出去四处寻找，还找人问，发现休塔尔克帮了好多人的忙，最后在一处空地看到他正在看云，嘴里还嘀咕着那朵云看起来好像欧派哟。费伦立刻躲到墙后偷听起来，没想到修宝竟然还想把自己的发现分享给费伦，下一秒就听到费伦在喊自己，刚想分享就注意到费伦看垃圾一样的眼神，瞬间取消了想分享的心思。不过听说费伦要送自己生日礼物，修宝还挺惊讶的，因为他从小到大都没有收到过生日礼物，甚至连故乡的家人都没有。休塔尔克的故乡是战士之村，只有强大的战士才会受到重视，而休塔尔克的兄长就是最有天分的那个，村子里也只有兄长对修宝的态度不一样，相信他以后一定会变得很强，愿意陪他一起练习。然而在村子里遭受魔族袭击的时候，他却抛弃哥哥一个人逃跑了。费伦听完之后邀请休塔尔克一起去选礼物，不管过去的他如何，他认识的休塔尔克从来没有临阵逃脱过。结果修宝想选个金色的镯子，费伦却因为太贵不愿意给他买，最后只能退而求其次选了个银的。两人回到旅馆，发现芙莉莲做了3份超大汉堡排。其实艾冉虽然没给修宝送过生日礼物，但是每年生日都会给他做汉堡排。芙莉莲一听就知道艾冉啥都没跟修宝说，明明想法这种东西不说出口就没办法传达给对方，既然如此，那就由他来说。当初在旅行的时候，他们小队不管谁过生日，艾冉都会做汉堡排，说这是他们家乡的习俗，是为了拼命努力的战士的礼物，它就像是艾冉送的生日礼物一样。休塔尔克突然想起来一段久远的回忆，小时候有一年他生日，哥哥就在晚上偷偷给他做了汉堡排，而在魔族入侵那天，也是哥哥让他逃跑的，告诉他要活下去。原来不管是在故乡还是在师傅那里，他都收到过最好的生日礼物啊。